卡，我玩球卡30年，球卡就是我的人生。出发点很简单，第一个我喜欢这张卡，那我只是看我有没有机会得到。如果我有机会，我就用我最大的努力去把它拿下来。那也许我中间多花了很多钱，可是其实说实在，钱再赚就赢。有些卡其实错过了就不会再买得到。欢迎来到老伯不要看特别企划。那跟 Andy 哥聊了那么多的故事以后，我们就要发觉，应该他可以给大家一些他的一些人生对于不管是 Kobe 或者在你收藏卡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 advice 一些建议。在你这么多的紫金王朝的粉丝当下，你整天要跟 eBay 那些人在那边按这些竞标的时候，你有什么配合，或者是你的心路历程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收 Kobe 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因为喜欢 Kobe 的人真的太多了哦。除了美国之外，中国的卡友也是数量也是很多。大家那时候记得说，他好像出去奥运赛或者是一些 NBA 的热身赛，大家不认识 Jordan， 他们只是喊着 Kobe， 只希望 Kobe 回个头，招个手。对，中国卡友的人数跟财力都是非常令人佩服的。所以其实，在收 Kobe 的路程上，事实上蛮辛苦的。那其实还蛮幸运的一点是，第一个我玩卡玩的比较久。所以从 Kobe 的一开始，在他还没有真的3连霸之前，或是在他真的还没有还没有就是趁早就先拿了。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是收的决心。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一开始觉得这张卡很好，事实上我就会愿意付比较多的钱去买。不是有钱没有钱的问题，事实上是有时候是会觉得，第一个收藏其实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开个玩笑话哈，我看了 Andy 哥的收藏的时候，我就会说，那是你够不够爱。我看到他是完全爱着 Kobe 爱到死的一种境界，那种感觉是说他一张卡可以多收个几张，那已经是超脱对一个球员的一个信心，说他会不会什么样子或者怎么样？没有，因为他这个 Andy 哥就已经体会这就是曼巴精神，曼巴精神就是干到底，所以他就是把这个所有的 Kobe 的东西，他对于 Kobe 的爱可以完全的说，没有，这个就是多一张我杀一张，多一张我就杀一张，有那种感觉吧？应该是这样子。其实有时候是换一个角度啦，因为 Kobe 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有时候我会多收。其实那个时候不是真的设定这个东西我就是要买这么多。第一个有时候买卡是很看缘分，对。另外一个其实我之前本来对自己的设定其实是有点类似定期定额，比如说我一个月赚，对我的薪水假设是5万块6万块，那我愿意拿我的1/4出来买球卡。对。那如果我这个月没有买到卡，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对，所以这个前提还是要跟大家呼吁一下，这前提是量力而来。对 ，Andy 哥，因为他买到了卡，他回去夜深人静拿这些卡是非常开心的。不要把它想成是哇，我这个东西要出货，我可能投资金额是什么样，那可能你夜深人静是睡不着觉的。对，那 Andy 哥他是喜欢非常热力在这个收藏的领域，他每一个月可以拨出这样的金额，就是这是我的唯一的收藏嘛，也是唯一有在花钱的。然后另外一个我的秘诀其实是。像比如说，假设今天出了一个系列，比如说举例木盒的 Limited Logo， 这个 Kobe 也许我收不到，比如说假设它张数很少，比如说10张，我不一定收得到，马上收得到 Kobe。当然要收就是一开始买最快。那如果收不到，我就会去买相同等级的球员，比如说我会买 LeBron James， 或是我会买 Jordan。那如果我有 LeBron James 或者是 Jordan， 我就可以预期以后我有机会可以用换，没有 LeBron James 或是 Jordan 可以换。对，但是其实真的收 Kobe 真的还是有难度，所以有些卡我 Kobe 没有，但是我有 LeBron， 或是我有 Jordan， 那个真的就是因为我本来是要买来换成 Kobe Bryant， 但是就是时间其实拉很久。这可以播吗？可以啊，这是 Andy 哥的心法，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也学到的部分。是啊，事实上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像譬如说像现在你如果收东契奇，你喜欢东契奇。你不可能所有东契奇的东西你都买得到，对。但是如果相同热的东西，不一定Trae Young啊，也许是 LeBron James。所以为什么现在 LeBron James 很多人去追的原因，我想也是这个。他可以换任何的卡。对，就是他其实他的保值性很够，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的成就名誉其实印的就是在那里，所以他会让人家会觉得你去买。你去拥有它，或者你去买它是非常相对安稳。对，有点介绍，就是说今天比如说东契奇在这边，那如果他往上的话，我会跟你讲，原本他跟LeBron差距永远都是这样，东契奇往上，LeBron就往上。他会去顶前面的。逻辑大概是这样 ，MJ 或 Kobe 都会是这样。追卡追那么多，有什么样最奇幻历险的故事是什么样子？其实我就分享2个。就上次我讲到你问我很喜欢的一张卡是那个
Finest 的 Gold Reflector。对，事实上那张卡从96年到从它发行96、97到发行到现在，那张卡我一直都很喜欢。可是没缘分，对，没缘分。有时候是价钱真的觉得太高，因为像我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说实在，那时候大概$600，已经封顶。对，但是那个时候$600已经可以买到Jordan签名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而且那个是算是不是正 RC， 正 RC 是同色的，是，对，金色算是特卡特量，所以就一直会觉得说啊，那也是一样的，就是有机会再来买，有机会再来买。那也是一直过了20几年，我是在2020年的1月中去世2个礼拜，对，就1月中的时候才很下决心掏出一笔很大笔的钱把它买回来。对，那后来就刚好又遇到这个意外的发生，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挣扎，一直觉得那张卡人家不会寄。对，我很怕我会收不到，就是刚好掉下来的时候，他正准备要寄，或者寄的途中有顺利收到了。对，那就会觉得，所以那张卡事实上是 Kobe 在意外发生之前我买的最后一张卡。就有点像是你30年的这个朝思暮想的卡，然后没想到在这个关键的点，它要在最关键的时间发生。所以有时候说实在收卡，其实球卡我玩球卡30年，球卡就是我的人生。有时候也会从这个中间去发现一些事情，就像现在我跟朋友或者什么，我们都会告诉我们自己，就是做很多事情要及时，对，也是 Kobe 对，也是 Kobe 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因为人生其实就是这样，有些事情你年轻不做，你以后就是会后悔；你现在不做，以后就是会后悔。500块不买，对，要6000块来买；500块不买，要6000块买，而且6000块寄来，你还要心惊胆跳，可能完全不会寄来。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去年还发生一个事情，就是。Kobe Bryant 在115、16出了一张那个 Champion Tag 的签名，那它是出在 Flawless 这个系列，已经有出过一张2/2，在美国的一个收藏家手上。那去年香港团拆才拆出了1/2。哇，这么久？对，过了4年才拆出来。那个人后来他丢在 eBay 上卖，他是挂$25,000美金。对，那后来我透过 eBay 跟他谈，大概那时候本来是谈好是$18,000美金，但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 PayPal，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但是这张卡又很大张，我又真的很喜欢，该不会就……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那我飞过去跟他交易，我就带现金过去跟他交易。我去到那里那天，我们一碰面，他就拿$1000美金给我，做什么？他说这个补贴你的机票跟饭店因为他说我没有办法卖你。然后因为一般来讲，大家第一个直觉就是会生气，一般卡友大概会生气，就是你没信用啊，你说话不算话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第一印象其实是很慌。就是我就只担心我买不到那张卡，因为事实上，我的逻辑是，今天如果这张卡你认为它值2万，可是如果人家硬要卖你3万，那你就是要有赔1万块美金的打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买，对，那张卡事实上18000是我可以接受的价钱，但是我很想知道它到底要卖多少钱。是，那他想要卖的那个价格跟我可以赔的价钱到底我能不能够suffer 得起这个 game？ 你们在哪个情境遇到他提到这件事情？没有，就是机场吗？还是在饭店？对，在饭店。他到饭店找我嘛，那他有跟我讲说，这张卡有人出更好的价钱，他没有办法卖我。OK。但是因为我们其实人过去也没有办法带很多现金，对，其实已经有超带一些现金，对，那美金加港币加台币，反正乱七八糟的钱凑一凑。就是不够，因为后来他说美国人出到3万多，可是后来我用远远超过3万块美金 ，Oh my God， 买下来，然后我花了1天啊，其实我花了1天，对，我也想了很久，那个人就顺便带我去香港绕了一圈，就是卡店，那天我们跑了11间卡店，11间香港11间卡店，11间卡店，认识了很多，因为他们的卡店都小小的，就是很多老板，地下室，看了很多人在那边拆卡，然后。也跟他们有交易一些东西，我也带一些卡嘛。那时候本来有带一些卡，想说不够可以卖。你深谋远虑啊。那最后第2天还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把那张卡后来还是卖下来了。OK。对，所以那张卡对我来讲，其实就已经不是价钱的问题，价值多少钱的问题，是因为我在得到这张卡的过程中，我也被人家攻击说我花比较高价去抢卡或者什么的。对，但是我其实。出发点很简单，对我就是第一个，我喜欢这张卡，那我只是看我有没有机会得到，如果我有机会，我就用我最大的努力去把它拿下来。那也许我中间多花了很多钱，可是其实说实在，钱再赚就有，对，有些卡其实错过了就不会再买得到，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这2张卡大概是对我在收卡的人生中比较印象深刻的。OK。
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想要问这个 Andy 哥说，如果你有一些新手，现在越来越多新手的人进来这个收藏，那这个收藏的世界里面，如果他想要收藏类似 Kobe 这样的巨星的这种球卡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好，这个问题蛮好的哦，其实蛮多人都会这样问，原因是因为现在的球卡跟以前的球卡是事实上完全不一样。对，哦，30年前我玩球卡是被家里的人阻止反对，对，所以我最近我都一直拿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其实我们玩球卡就像以前小朋友打电动，以前小朋友打电动，爸爸妈妈就是觉得你会影响功课，你会Q 感啊，你会做事情会做不好，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想到，过了10几年之后，有一个行业叫电竞，就是有些人是靠打电动上报纸、出国比赛得金牌，也有人对，也有人靠着电动谋生。现在有这个专业的电竞队，有一些电脑公司、软体公司在赞助这些人。那其实球卡也是，球卡从早期我们这些玩票性质，美国也是，美国从工人、蓝领、小孩在玩，到现在很多白领、很多企业家在玩，事实上已经很大的转型。那所以现在要玩卡跟以前要玩卡，其实头脑就要不一样，思路清楚一点。那跟各位观众分享，就是如果你现在才要开始买 Kobe Bryant，那有几个标的，事实上你可以去参考，因为球卡还是很重要一点，就是量力而为。你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对，如果你的预算只有500块台币，那有500块台币可以买的卡。500块的卡。对，那如果你预算有500万台币，那也有500万台币可以买的卡。那第一个很简单，就是先找你离你家最近的球员卡店。对，这个很重要，就是球员卡店，事实上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玩球员卡，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中心，就像那个西部电影里面的那个酒吧。你在里面你要悬赏，你要找，对，你要先去问，所以有一个卡店的老板，他可以给你很清楚的资讯。好的老板带你上天堂，坏的老板，我们不知道。没错，那里面也有很多资深的卡友。那现在其实除了卡店以外，还有很多群组。脸书也有群组，赖里面也有群组。第一个先多问，不要贸然就下手，对，因为你玩得很晚，所以你要更有耐心。对，那会推荐的东西，当然第一个就是新人卡，对，RC，对 ，Rookie，RC。那 Kobe Bryant 的新人就是只有卡而已，它是单纯的卡，没有签名，所以便宜的可能从几百块台币就有，那真的很贵的到Topps Chrome Reflector 的 BGS 10黑10可能要4、5万，可能要几百万台币，可能要500万台币以上，对，但这个东西 range 就很广。当然第一个 RC 卡是一定要，为什么？因为球卡的世界，新人年第一年的卡就是特别的珍贵，特别的值钱。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跟眼光有一样，他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打球，他还没有得冠军，他还没有明星赛，他还没有任何的那个，你能够投资到对的人，就表示你的眼光很好。20年前的古董，没错。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后来签名跟实物很流行，那我们就会推荐你要买有实物的签名卡，Game Use， 对，有 Game Use 的签名卡，这个是第二个我们要投资的，因为卡面签事实上数量会比较多。为什么？因为早期的球衣，像比如说早期2000年初的球衣，其实数量很多，但是那个时候球衣很便宜嘛，那个时候球衣你上 NBA.com 去标球员的球衣，一件可能只要200-300美。但是从金融海啸之后，事实上像这种收藏品或是这种实战用品，就突然变很贵。是。然后在球星的炒作之后，像 Curry 啦、Kobe Bryant、LeBron James 这种巨星，他的一件球衣就是几百万起跳。所以他的球衣只要有带 Game Use 的这个签名卡，事实上保值的机会还是会比一般卡面签名卡来得高。其实前面2点，Andy 哥要讲的就是都是限量，对，就是数量还是会决定蛮多的。20几年前也是很限量的东西，因为品相要好，很难带着 Game Use， 就是他在比赛穿过的球衣，然后在身上签名，很难 Kobe 不会再签了。对。那还有第3个呢？第3点就是不要收 Kobe。那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哦，为什么我问你说我要买 Kobe， 但是你告诉我不要收 Kobe， 这也就跟前面其实呼应，就是你要买 Kobe， 但是 Kobe 现在已经很贵，所以你就不要去收 Kobe， 你就去收一些有潜力的新人，就像我刚讲的 Luka Doncic、Zion Williams、Trae Young， 对 Trae Young， 或是可能其他人 Alexander，买这些人的卡，等他们有一天打起来了，他也会变成很有价值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跟人家换成等值的 Kobe Bryant，对，这个是一个。另外一种对另类的思考了。因为比如说就是 SGA 或者是 JJJ 或 Trae Young、Doncic， 他们打上去，他们可能涨了100多倍的机会，可能比 Kobe Bryant 他缓速的成长还要来的可能更有可能。但是当然这个
赌博性的成分，或者是你的眼光的成分，对，眼光成分就很高。这个有点像是我不现在去买房子，我把买房子的钱拿来做其他的更有效的投资，然后等我真的赚到了钱再去买房子，其实是一样的。我再帮忙 Andy 哥补充一下，就像是如果你在5年前、6年前你看到 Curry， 你会想到的是一个射手怎么可能会带领一个团队？然后当然，如果你在可能2、3年或者3、4年前，你 vision 到，或者是你甚至看到的 Steve Kerr， 他会做到这样子的大换防时代，然后变成死亡五小的话，你提早预知了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把 Curry 换成 Kobe Bryant。哇，这个逻辑真的是有另类的思考，然后我觉得这个新法也是非常的可以带给这个收藏家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收藏世界的一个逻辑吧。没错没错。OK， 感谢老伯不要看，我们邀请到了 Andy 哥，然后这些心法，我相信真的会有很多人会继续想要询问 Andy 哥。当然 Andy 哥也很客气的说，以后大家在留言下面如果千呼万唤，他是绝对会再出来的。没问题。他会带着他那个很辛苦的这个香港的这个从香港带来的这张卡片，再跟大家一起见面。因为目前现在他在海上，飞机上，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如果有任何想法或者是留言，欢迎我们下面会放这个 Andy 哥的这个 IG account，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密他，或者在我们下面留言，都可以联系得到他这样子。OK， 那我们老伯不要看，我们下次见。